很多人退休之后才发现一个问题，我退休之后都没有薪水了，那为什么还要缴那么多税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的税法不只是看你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你的钱呢是从哪里来的。同样是15万美元的收入呢，如果收入是从 401k 或者是 IRA， 那收入呢就照普通所得税来课税了，税率呢是从0到 37%。 如果收入是从卖股票来的，股票的长期增值可以享受比较低的资本利得税 15-20%， 甚至于是不用交税。如果收入是从 Roth IRA 来的，基本上完全是免税了。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呢，可能有 85% 呢是需要交税的。所以退休规划不能只看存多少钱，那最重要的呢是你退休之后收入的种类如何安排。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退休最常见的几种收入，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你的税率。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udy， 在美国生活超过了40年，有9张的专业执照。每周六晚上美国东岸的时间呢，我会和大家分享我最新的影片。我做这个频道是希望华人在美国享受生活，安心退休。如果你对这一类有关于美国生活、税务、移民、退休的影片有兴趣，欢迎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如果你正在做退休规划，有很多重要问题呢需要提前准备，例如说如何避免退休金被强制提领，还有退休前呢需要规划的几件事情，或者是准备退休的几个关键时间点，何时提领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等等。我整理了一本退休规划的电子书，里面把这些问题呢都做了一个总整理。电子书的连结呢就放在影片下面的资料栏里面，你可以下载领取电子书。没有收到下载连结的朋友，请记得要查看你的 Spam 或者是 Junk Mail 的 folder。 首先呢，我们来谈谈在美国的3个收入的种类。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 Earned Income， 也就是工作所得。你可以说是人赚的钱，比如说帮公司打工，那 W2 的薪水，公司给的 bonus， 或者是自己开公司作为顾问的收入，或者是做房地产保险经纪人赚到的佣金，或是开个店自己做小生意的收入呢，这些都属于 Earned Income。Earned Income 呢，通常会根据一般的税率来报税，那基本上呢会遇到3种的税。第一个呢就是 Federal Income Tax， 也就是联邦税，那这个是全国统一的。2026年来说，最低呢是 10%， 最高是 37% 的税率。美国是累进的税率，不是全部的收入都用最高的税率。所以说假设夫妻2个人他的共同收入是20万，以2026年夫妻共同申报的情况来说呢，投24800块钱就是 10% 的税率了。从24801块到10800块，它是 12% 的税率，那剩下来呢就是 22% 的税率了。第二个呢就是 Payroll Tax， 那工作收入之外还有一个税呢，就是叫 Payroll Tax。Payroll Tax 呢又分2个部分了，一部分呢是 Social Security Tax 6.2%， 另外一部分呢是 Medicare Tax 1.45%， 加在一起呢就是 7.65% 了。那如果拿 W2 的人呢，你的雇主或者你的老板呢，他会支付一半的 Social Security Tax， 一半的 Medicare Tax。 但如果你是自雇主，就代表自己又是老板又是员工，所以呢 Social Security Tax 和 Medicare Tax 呢都是要自己付的。那 Self-Employment Tax 呢总加起来就是 15.3% 了。第3种 Earned Income 需要交的税就是州税。那美国除了9个州之外呢，其他的州都有州税，有些甚至还有长期资本利得税。那刚刚说的第一类收入 Earned Income 就是人赚的钱，第二类的收入呢就是 Portfolio Income， 也可以说是钱赚的钱。比如说像第一个呢就是 Interest Income， 利息的收入，比如说银行存款放了 CD 或者是说 Bond Interest。 一般利息收入呢是按普通的所得税来课税的。那第2种 Portfolio Income 呢就是 Dividend Income， 也就是股息了。有些股票或者是 ETF 呢，它会发一些股息，那这个部分呢就属于 Portfolio Income。 那 Dividend 呢，我们又可以分为2类了。第一类呢就是所谓的 Qualified Dividend。Qualified Dividend 的税率呢是0、15或 20%， 那要看你当时报税的身份和收入多少来决定到底是不是需要报税，还是你需要缴15或 20% 的税。第2种 Dividend 呢就是 Ordinary Dividend。 那 Ordinary Dividend 有哪些呢？通常包括了大部分 REIT 的配息，就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Money Market Fund、Bond Interest， 还有大部分的债券利息，这些都属于 Ordinary Dividend。 那只有 Qualified Dividend 呢才能享有了长期的资本利得税，比如说刚刚说的 15-20%。 Ordinary Dividend 呢，它则按照一般的所得税的税率呢，就是最低是10%，最高是 37% 来课税。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每年1月底左右呢，券商都会寄给你一个1099 DIV， 那上面呢会直接告诉你说，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Box 1A 这个显示的就是全部的股息，那 Box 1B 这边呢就是 Qualified Dividend。如果是 Qualified Dividend 就可以享有0、15或20的税率了。那第三种 Portfolio Income 呢就是 Capital Gain， 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本利得。比如说你10年前买了一个股票，那成本是10万块钱，那现在呢变成30万了，卖掉之后呢，这所谓的资本利得 Gain 呢就是20万，这个就是所谓的长期资本利得的税率。所以说呢，同样赚了15万美元，如果扣掉了 Standard Deduction， 最后你的收入可能是要交 22%， 但如果收入是来自于股票的长期增值呢，那就是 15% 的税率。那我们刚刚说了，第一类的收入呢是 Earned Income， 第二类的收入呢是 Portfolio Income， 那接下来第三类的收入呢就是所谓的 Passive Income， 就是所谓的被动的收入。那我们也可以说呢是资产赚的钱。常见的例子比如说是房屋租金 Rental Income，那这个税率呢，通常也是按照了一般的收入税率来计算，也就是 ordinary 的 income tax rate。第二种呢，就是 business passive income。比如说你投资了一个 business， 但是呢，你其实是没有参与管理的，可是每年呢都会收到公司的分红，这个就属于 passive income。那另外还有一种 passive income 呢，就是 royalties。比如说有些作家会出版书籍，他的书卖出去呢，他就可以收版税了。那有些人他有发明的专利卖给大公司，那定期就会收到了专利的收入。那这些智慧财产呢，通常也是常见的 passive income。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夫妻两个人都是65岁，共同申报税。那一年呢，想拿到大概15万的收入。假设他们的收入有这4种来源，第一个就是 401k， 第二个呢是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第三个呢是股票或是 ETF， 第四个呢就是 Roth IRA。那他们的涉案金呢，加起来夫妻两个人呢可以拿到5万块钱。那案例一就是，如果只靠 401k 的收入和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 Social Security 呢是5万块钱，所以呢我们呢必须要从 401k 那边拿出10万块钱。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需不需要交税呢？决定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需不需要交税呢？其实呢是取决于一个叫做 Provisional Income 的算法。第一步呢，我们计算一下 Provisional Income 是怎么算的。它是等于 Adjusted Gross Income， 就是所谓的 AGI， 这个部分是不包含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的，加上 Tax Exempt Interest， 例如说 Municipal Bond Interest， 加上 50% 的 Social Security Benefit，然后 IRS 呢再根据这个数字呢再来决定说 Social Security 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交税，还是 50% 的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需要交税，甚至于 85% 的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需要交税了。那在这边要注意了， 85% 不是税率而是最多有 80% 的福利呢是需要交税的。所以我们这个案例的 Provisional Income 呢就是 401k 的10万块加上一半的 Social Security 就是2万5，加起来是12万5。那因为呢远高于夫妻共同报税这个门槛，所以2026年来说呢，夫妻共同申报如果是 MAGI 超过了4万4，那从这个例子来讲呢， Social Security 它的5万块钱呢也就是 85%， 也就是42500块钱就需要交税了。那这个例子就是 AGI 等于10万块加上42500块钱。那以2026年来说呢， Standard Deduction 呢是32200块钱，夫妻两个人的话，最后的 MAGI 呢就是110300块了。那我们再对照一下2026年的税率呢，就是 22% 了。那案例2呢，就是 401k 那边只领4万块钱，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呢还是5万块钱。依照前面这个算 Provisional Income 的算法，现在呢因为 Provisional Income 就变成了65000块钱了，但是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呢需要缴税的部分还是跟前面的一样，都是42500块钱。可是这一次呢，股票这边卖了3万块， Roth IRA 这边拿了3万块钱。那因为 Roth IRA 这个部分是不用交税的，所以呢也就减少了 AGI 的数字。而且呢在股票这边也只有 15% 的税率， AGI 呢减掉了 Standard Deduction。我们刚刚说了2026年夫妻两个人是32200，所以 MAGI 呢只剩下80300块钱了， Tax rate 呢就从 22% 掉到 12% 了。那看了这两个案例之后呢，我总结一下退休报税最重要的5个概念。第一个就是退休后不是所有的收入都用同一个方式来课税的。很多人认为退休之后只要把 401k 里面的钱拿出来花就可以了，其实退休的收入呢至少有4种不同的税务性质。第一个呢 401k 或 IRA 呢会按照了普通所得税来课税，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呢最高可能会有 85% 可能要纳入的应税的收入，而且呢会取决于你的其他的收入。还有股票长期资本利得这个所谓的 Long-Term Capital Gain 呢，
适用于优惠的税率，很多家庭甚至于可能是0。那 Roth IRA 呢，一般来说呢是不用交税的，也不会增加了 AGI。同样领15万美元的话，不同收入来源甚至于会差好几千甚至于好几万美元。第二个呢，退休最重要是管理 AGI， 而不是只看了总收入，因为 AGI 呢，它会影响了 Social Security 有多少需要纳税，还有 Medicare 的 IRMA 保费，还有部分的税额优惠了和扣除，还有就是长期的整体税负。第三个就是提款的顺序呢，会影响你的税。有些朋友退休后就会采取说缺多少钱呢，就从 401k 里面提领。那这个方法呢，可能会导致于说你的所得税增加， Social Security 的应税的比例会提高，你的 Medicare 的保费会增加。所以合理的搭配 401k、Roth IRA、股票和 Social Security 呢，往往比单一的这个提款的方式更有效率了。那第四个呢，要注意的就是 Roth IRA 的价值，它不只是免税，其实 Roth IRA 它更大的价值在于不增加 AGI， 不提高 Social Security 的应税金额，还有不容易推高了 Medicare 的 IRMA， 而且呢可以避免了 RMD 问题。第五个要注意的就是退休规划呢是要提早做，而不是退休后才开始。退休后才开始想怎么省税呢，通常呢这个选择已经变少了。例如说要开始考虑是否在收入较低的年份做 Roth Conversion， 还有就是怎么做呢可以降低未来的 RMD， 那还有就是如何安排了资产的配置，增加了具税务效率的收入来源，这些都需要在退休的前几年就开始规划了。退休呢不是存到最多的钱，而是懂得用最有效的方法把钱拿出来。真正富有的人呢，他不一定是缴最多的税，真正有退休规划的人呢，他懂得让每一种收入发挥最好的税务效果。谢谢你的收看，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转发给朋友们。我们下个影片见。